家好，我是曾世欢，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请不要睡前听，注意安全。故事发生在我奶奶那一代人身上。故事是就这样的，我奶奶家住这座山脚下，山上有一座庙，年代久远，自我出生时就对她有印象。听闻很久以前她还是个尼姑庵，后来庵里走水，大火烧个精光，里面的尼姑无一生还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里的人都绕着此处走，说是死去的人怨气太重，生人容易沾染上不干净的东西。后来又有人传言，那场大火是有人蓄意为之，只因那人与庵里的一个尼姑私通，后来尼姑怀孕，那人担心事情败露，遂放火杀人。长时间的荒废之后，村民们担心那座尼姑庵会给这座山带来晦气，共同商量将此庵改造重建成一座庙宇，供奉一些神佛，遣人前来打扫，偶尔添些贡品，以求一方神灵庇佑。直至今日，说来也奇怪，庙建好后，这座山悬崖边上无端生出了许多杜鹃花，每年的4月份清明节期间，那些花开得最艳。奶奶嘱咐我不要去看那些杜鹃花，太危险，容易掉下去。那年正逢清明节，庙里晚上有庙会，奶奶带着我一起去参加。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庙会，庙里灯光晦暗，空间狭小，神龛上的菩萨有大有小，身上披着红绸缎，漆黑的眼睛盯着大门外的月夜，甚是吓人。庙里锣鼓喧天，人影绰绰，我紧挨着奶奶，和许多村民挤在木凳上，在昏暗的光线下看着一群人跳来跳去，嘴里絮絮叨叨的不知道在哼什么，场面一度很光怪陆离。这群人表演结束以后，村民们就开始唠嗑，我百无聊赖地坐着，颇有睡意。丫头，你再去拿点蜡烛过来。我恍惚听见奶奶身边站着一个中年男子，喊了一声，我顺着他召唤的动作，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小姐姐，身穿碎花汗衫，束发明眸。小姐姐慢慢走到那人面前，有些扭捏道：外面这么黑，我不想一个人去。怕什么？又没多远。那我想要那个妹妹陪我一起去。她朝我扬了扬头，那就让妹妹陪你去吧。我奶奶在我还处于困意当中时替我回应。这时我才反应过来，她口中的那个妹妹就是指的我。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陪她走在月光悠悠的小道上，跟着她拿完蜡烛原路返回。快走进庙里时，她突然松开原本牵着我的手，伸手往耳后理了理，突然拿出一朵杜鹃花递给我，我才察觉到她耳后原本别了一朵杜鹃花。就当你陪我跑一趟的谢礼吧，要好好保管啊。她朝我笑了笑，我接过那朵杜鹃花，也朝她笑了笑。忽然之间一阵大风，吹得我睁不开眼，我下意识地用手挡住这突如其来的风，杜鹃花一时没拿稳就被风卷走了。等我睁开眼时，小姐姐已经不见了，我以为她被风吹走了，吓得直哭，赶紧一个人跑到庙里找奶奶，却发现庙里也空无一人，天地间好像顿时变得一团漆黑，机遇将我吞没。我想大声呼喊，却无法发声，只觉整个世界也开始摇晃。后来我就被奶奶摇醒了，满头大汗，原来只是一个梦，庙会早已结束，奶奶背着我慢慢走回了家。几天后，我在朗山脚下玩，仰头看见悬崖上的杜鹃花开得正漂亮，仿佛一团燃烧的火焰。不知看了多久，我的眼睛开始发酸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猛地想起奶奶曾说过，这里的杜鹃花看久了伤眼睛，容易哭。我的眼里的泪水怎么擦也擦不干净，视线越来越模糊，后来好像彻底看不清周围，天地间影像变幻莫测。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尼姑，她在庵前种了一株杜鹃花，一个小书生路过，顺手摘了一朵，刚好被他看到，怒斥书生。书生立马将杜鹃花别在小尼姑耳后，笑嘻嘻地赔罪。之后小尼姑与书生相恋了，俩人幽会数月，恰逢书生上京赶考，他们只好鱼雁相通。书生每月给他寄来一封信，承诺登科之后便来娶她。后来小尼姑确实等到了书生回来，带着他娇艳如花的夫人从尼姑庵前路过。小尼姑伤心欲绝，拔掉所有的杜鹃花，点燃一堆蜡烛，烧了全部的信和书生的物件。后来火势越来越大，整个尼姑庵都着了火。书生得知小尼姑葬身火海之后，从此心结难解，郁郁寡欢，不到半月竟也一命呜呼。我在山脚下一直待到日落，才把眼泪彻底止住，动身回去。一阵凉风袭来，
我打了个寒战，鬼使神差的回了头，只见梦中的小姐姐赫然站在我身后，她递给我一朵杜鹃花，笑着说：“要好好保管啊。”